我車禍住院，差點失去一條腿時，未婚夫卻忙着在隔壁病房照顧他那假裝崴腳的白月光。隔壁病房傳來江燕的嘲諷：既然只不過是老爺子給我找的聯姻工具而已，他連當你的替身都不配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終於死了。看着電視畫面上深陷記者凌雨的商業新貴，也是追求了我10年的鄰家竹馬。我淡定給他發去消息：顧川，你說的契約結婚還算數嗎？大家好。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，夾雜着隔壁病房的調情話。我忍受着多處骨折的疼痛睡了過去。半夢半醒間，我似乎看到顧川的身影，似乎來到我病床邊徘徊。一陣砸門聲將我從睡夢中徹底喚醒。既然你把東西收拾好，跟我回趟江宅，老爺子要見你。是江燕的聲音，他對我自始至終都是這樣不耐煩。我強撐着下床給他開門，映入眼簾的卻是他不屑的神情。這不是能下床走路嗎？車禍也不嚴重啊，你就是矯情。我眉頭不自覺擰在一起，滿腔的怒火想要宣洩出來。隔壁病房突然傳出一陣嬌嗔聲：啊，阿燕，我腳好痛。江燕臉上立馬緊張起來，她現在在我面前連裝都不想裝。片刻後，我眼睜睜地看着她抱着沈柔柔從隔壁病房裡出來。不是說了嗎？你別亂下床走動，要去哪我抱着你便好。二人越過我身邊時，沈柔柔笑了笑，眼裡滿含溫柔。既然姐，阿燕總是這樣嬌慣我，讓你看笑話了。既然聞聲把沈柔柔往懷裡緊了緊，冷聲道：你收拾東西快着點，我先回老宅，你自己打個車吧。柔柔從小就怕冷，沒空等你。我一個人愣愣地站在走廊許久，直到陣陣冷風把我吹回現實。我打了幾個寒戰，強撐着回到病房坐下。我實在是沒有力氣收拾東西，腦海中回憶陣陣浮現，我頭痛得厲害。思緒回到第一次見江燕那天，她把江宅的東西砸了個遍，發狂的樣子把我嚇得汗毛直立。尤其是她轉過頭來盯着我的那雙眼睛，滿眼猩紅，我此生難忘。她跟江老爺子翻了臉，發下毒誓，我永遠不會跟紀然聯姻，不然我不得好死。他一個天之驕子，許是覺得我與他簡直天差地別。季家跟江家是故交，一場大火帶走了我所有的家人，我只得被江老爺子收養。我跟江燕的聯姻是老一輩早就定下的，只是現在看來並不門當戶對了。18歲的我縮在角落，寄人籬下，這一縮就是整整5年。我嘆了口氣，不想再忍下去。手機鈴聲陡然響起，是顧川。我與顧川是高中同學，他從成為我的同桌開始就在追求我，只是礙於我與江燕的婚約，他又一直是江燕的死對頭。我但凡與他走得近一點，作為貧困生的顧川便會遭到江燕的打壓與欺凌，所以我一直與他保持距離。直到上次同學聚會，已經從貧困生成長為商業新貴的顧川，在喝醉後，眼中星光熠熠，半開玩笑地跟我說：既然反正你和江燕都聯姻這麼多年了，還沒結婚，不如和我契約結婚吧，正好斷了我父母催婚的想法。思緒回籠，正當我猶豫之際，已經手滑接通了電話。你腳傷好些了嗎？顧川的聲音依舊充滿磁性，最先關心的還是我的傷。沒過多久，顧川便出現在病房，他的頭上滿是積血，額上卻附着一層汗，顯然是一路風塵僕僕趕過來的。我答應和他契約結婚，男人高興得像個孩子。顧川守了我半個月，
我終於能出院了。他想把我接到他的別墅，但我堅持要回江家，因為我和江燕之間必須做一個了結。更何況顧川如今深陷危機，訂單被搶，公司瀕臨破產，也和江燕脫不了關係。坐在江宅的飯桌上，我已經有預感，這是場鴻門宴。江燕難得在這張桌子上穩住了自己的情緒，甚至我還能從她眼中瞧出幾絲喜悅。老爺子，我今天來就是通知你一件事，我下個月就要跟柔柔結婚了。一時間，江家親眷目光都掃到我的臉上。我在這個家裡一直像個外人，此刻也並不例外。江老爺子把桌子拍得震天響。你這是大逆不道！我告訴你，這件事想都別想，能進江家門的只有幾然。一旁江母江父沒有附和，反而是帶些反駁意味道：那都是老一輩子定下的東西了，現在都不作數了。就是啊，柔柔也挺好的，現在沈家可是商界的一顆新星呢。我看啊，跟沈家聯姻對兩家都有好處。江老爺子一氣之下憤然離席，江父江母還有江燕的眼神都投向我，擺明了要我表態。我扯出個笑來，看向他們，淡淡道：跟沈家聯姻的確是好事，我這一分肯定似是給了他們一顆定心丸。就連江燕也活久見地對我露了笑臉，只是他们不知道，這沈氏看似正冉冉升起，其實背後是早已虧得如同無底洞了，就算傾盡江家的財產也無法填補。而江燕自以為兩情相悅的青梅竹馬沈柔柔，不過也是為了填補沈氏虧空，才步步為營，博她歡心罷了。我沒在飯桌前多做停留，反而是上了2樓書房。我今天的真正目的是要拿到江氏一直以來犯罪的鐵證。江老爺子死守我跟江燕的聯姻，正因他於心有愧。當年季氏的那場大火就是他的手筆。江家和季家本就有生意往來，當年項目出事，他將所有的罪責扣到我爺爺頭上，又制造了那場大火。畢竟死了的人又如何能去辯駁？而我的僥倖存活，無疑是他留在這個世上的最大的威脅。當年那場大火，江家深受牽連，被警方盯到今天，江老爺子不敢輕舉妄動，只好死守聯姻，將我放在他眼皮子底下生活。所謂收養，不過是監視罷了。趁着江家3代在樓下爭吵的時候，我如願拿到了鐵證。說來也怪，一向謹慎的江老爺子，這一次卻把這些重要資料堂而皇之地放在櫃子裡，沒上鎖。從書房出來的時候，我猛然間撞上了江燕，她伸出手將我扶住，低頭看了眼我的腳，眉頭又皺起來。腳沒好，亂跑什麼？好好待着，少給我添亂。我一陣心慌，把手裡的紙張藏到背後，團成團塞進兜裡。飯局結束，我跟着江燕回了郊區的宅子。這麼多年，我一直被江老爺子安插在江燕身邊，借着婚約培養感情的名義監視江燕。這件事被江燕發現過很多次，她也越來越厭惡我。你是爺爺的走狗嗎？她曾怒視我，吼出這句話。她永遠不會懂，寄人籬下的生活總是身不由己。這幾日我一直到處奔波，準備着揭發江氏的鐵證。江燕發現了我的不對勁，在我今天第3次出門時，她攔住我的去路。你這幾天都在忙什麼？天天不着家。我本想含糊過去，但江燕並不領情，一臉嚴肅地盯着我看。老爺子又給你什麼任務了？不繼續當我的小跟班監視我了？我聽懂了他的言外之意，話裡話外都是對我最近漠視他的控訴。我笑笑，看向他，我的事就不勞江少爺費心了，您還是趕緊準備半個月之後的婚禮吧。
江燕眉頭皺起來，語氣不悅：“我的事用不着你管。還有，我真沒想到你這女人心這麼大，你未婚夫都要娶別的女人了，你還這麼氣定神閒的在這說風涼話。”我冷笑：“不然呢？我要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求你娶我嗎？”江燕一時語塞，眼神晦暗不明。這時手機鈴聲響起，她低頭看了看，是沈柔柔的來電。她緊了緊拳頭，呼出一口氣，從我身邊越過，接起電話。見她不再擋路，我頭也不回地朝門外走去。江燕氣得在背後喊我的名字，我只裝沒聽見。以後她的話我也不會再聽。寄人籬下任人擺布的日子馬上就要結束了，等我將事情公之於眾後，我的人生才會真正開始。事情辦妥後已是深夜，一場雨來得又急又烈。我拖着疲憊的身子打車回了郊區別墅，下車時被淋得渾身濕透。江燕正站在門裡看着我狼狽的樣子，我沒帶傘，拿手擋着雨往屋裡跑。我一遍一遍輸着密碼，門依舊沒任何反應。玻璃門裡映着江燕的笑臉，她又在捉弄我。每次惹到她，她總能想出很多辦法折辱我。不過這一次，我不再搖尾乞憐，祈求她的憐憫，而是轉身朝雨裡走去。江燕見我轉身離開，有些慌了神，打開門從屋內衝出來。我頭也不回地往前走，下過雨的郊區小路淤泥滲出，高跟鞋不合時宜地卡進淤泥裡，拔不出來。屋內傳出沈柔柔尖銳又帶些撒嬌意味的訓斥聲：“阿燕，你現在是為了別的女人把我一個人丟在房間嗎？我不許你去，你要是再往前一步，我們之間就完了。”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淋透，鞋子陷進淤泥地，腳上的傷加重，疼痛難忍。我現在的模樣簡直狼狽至極。正當我努力掙脫泥濘的時候，一道白光乍現，將這昏暗至極的夜照亮。一輛車停在我的身前，顧川從車上下來，雨水將他的西裝打濕。這個男人1小時前還在發布會上向媒體解釋江燕和沈柔柔給他潑的髒水，此刻卻站到我面前，俯下身來將我陷入泥濘的腳從淤泥裡拽出來。“你怎麼來了？”我怔怔看着他，身後卻傳來江燕的怒斥聲：“顧川，既然你什麼時候跟他搞到一起了？你這是對我的背叛。”我轉過身看向江燕那猩紅的雙眼，跟5年前那一幕簡直一模一樣。剛進江家那幾年，我跟江老爺子和江父江母住在老宅，沒少看他們臉色。家中的傭人眼色極好，看江家人不待見我，他們便也越發肆無忌憚地欺負我，不幹活，在別人家蹭吃蹭喝。這小丫頭真是不要臉。就是，不如你幫我們幹點活，好讓你不那麼像一個討飯的乞丐。我在家裡替傭人做着那些髒活累活，江家人只當視而不見。直到有一次，那些傭人聯合起來，將拖把的髒水淋到我身上。這一幕被正巧回家的江燕撞到，那是我第一次見她發火。她將那些傭人罵了個遍，把他們掃地出門。隨後帶我回了郊區的別墅，與他同住。我也是那時被江老爺子安排監視他的。他跟我開口說的第一句話不帶一絲好氣：“你是豬嗎？被別人欺負了都不知道還手的。早跟你說過，江家人都是一幫畜生。”那是第一次有人真心幫我。我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地看着他：“你這是在幫我？”江燕冷笑一聲，轉過身去：“別多想，他們打狗也得看主人吧，在我眼皮子底下耍陰招，我看不慣而已。”後來，他因為此事被江父罰站，狼狽地站在雨中。當時的我心皺皺巴巴的疼，對他也有過一絲真情。
但5年的相處讓我明白了，他骨子裡是和江家人一樣的卑劣。當年那個最不齒江家人齷齪手段的少年，如今也延續上了這副做派，聯合沈柔柔栽贓顧川。我看着雨中的江燕，這張臉與記憶中的臉重合，既陌生又熟悉。聽着他的質問，我冷笑一聲，看向他：我背叛你，江燕，我從來就不屬於你，更何況是你先背叛我的。江燕表情難得地露出些許無措，但很快就恢復了那副暴戾的模樣。既然我可以再給你一次機會，你若是邁出這一步朝我走來，無條件站在我身邊，以前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此刻跟着他走出來的沈柔柔聽見這番話，急得皺了皺眉。阿燕，又是一陣沉默。我與江燕對望，唯餘失望。他做不到的，給不了的，顧川可以。既然有的選，我為何不選擇奔向更好的生活呢？我轉身勾上顧川的胳膊，看向他委屈、失落，又懷着一絲期待的眼神。我們走吧。那一刻，男人眼中的冰雪消融，盡是暖意。好，車子駛出些距離，我看向後視鏡，江燕的身影依舊停留在原地，直到駛出郊區。顧川先開了口：我們要去哪？我淡淡道：回你家吧，咱們籌備婚禮的事。他似是被我這一番言論驚到，把車子停到路邊，轉頭看我。我本以為他會覺得時間很趕，沒成想他一把抱住了我。片刻後，我看見他眼底淚光閃爍。你真的要嫁給我？不是為了氣江燕說的氣話，他的眼底滿是真誠。我蓦地有些不忍心騙他，說我對他沒有感情是假的，但我和他的婚禮夾雜了太多感情之外的東西。顧川，我沒說氣話，只是什麼？他趕忙問我，只是這場婚禮上，你能不能把圈內知名媒體都召集進來？顧川臉色嚴肅一瞬，想到了什麼，隨後又換上一張讓人安心的笑臉。好，不管你想做什麼，我都支持你。我的愧疚被以吻封肩，堵在喉嚨裡。我們的婚訊在第2日公之於眾，一時間引起軒然大波。顧氏集團在商界也算一棵常青樹，網友調侃最近的顧氏陷入這麼大的風波裡，竟還有心思辦婚禮。我問顧川，這些輿論會不會讓公司雪上加霜？他搖搖頭，讓我別多想。手機響個不停，江燕一天內給我打了20多個電話，我索性將手機關機，一勞永逸。誰知他竟跑到顧川別墅外堵我，這一站就是3個小時。天色越來越晚，顧川忙着籌備婚禮的事還未回來，江燕遲遲沒等到我出來，有些惱火，想要衝進來，又被保安死死攔在門外。他只得站在樓下，衝着樓上喊我的名字。一時間，周遭的鄰居紛紛出來看他。我只覺得他丟臉，好歹也是一個集團的少爺，竟在光天化日下這般耍起了無賴。為了保全顧川的名聲，我只好下樓去堵住他的嘴。我打開別墅的大門，看着他，他冷靜下來，臉上傲氣不減。跟我走，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。我看着他像是施捨般的眼神，忍不住冷笑一聲：我不欠你的，江燕，你別用這種眼神看我。還有，我為什麼要跟你走？江燕臉色變了變，意氣風發的少年露出些柔軟。我知道你在跟我賭氣，你根本就不知道顧川的底細。你嫁給他，你不怕嗎？跟我走，我可以當一切都沒發生過。我靜靜地看着他，片刻後，我嘆了口氣。我在你身邊，才更應該害怕，不是嗎？我怕我哪一件事做得不合你的心意，你又要變着法的欺辱我。你幫我的，我會記在心裡；你欺負我的，我也永遠不會忘記。我不會跟你走的。
你走吧。男人眼睛黯淡下來，臉上染上一絲愧意，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。天氣陰得厲害，冷風吹過我的肩，我沒忍住打了個寒戰，身後傳來一絲暖意。回過頭去，我撞上了一個溫暖的懷抱。顧川將我環進他的大衣裡，江燕把我從溫暖裡扯出來，將我拉到身後，眼底閃過一絲狠意。顧川，我知道你吃了啞巴虧，心裡不舒服。你有什麼衝我來？欺負一個女人有什麼意思？我掙開他的手，回到顧川身邊。江燕將目光移向我，滿臉寫着不可思議。我攬過顧川的胳膊，看向顧川，扯出個笑臉來。江先生若是也想參加我們明日的婚禮，我可以給你寄一封請帖。我沒管寒風中的江燕有多狼狽，也沒管她握緊的拳頭、發白的指節，徑直拉着顧川進了屋，沒再回頭。江燕硬生生地在樓下站了一夜，心疼了。身後傳來顧川的聲音，我嘆了口氣，從窗邊轉過身來，接過他遞來的薑湯。心疼倒談不上，就是覺得他這樣很無理取鬧，恨不像他。顧川蹲到我面前，幫我換掉腳腕的膏藥。我下意識地後退，他靠近我的手一頓，抬頭看向我，一陣莫名的燥熱湧上臉頰。我尷尬地笑笑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太習慣。顧川聞言也笑起來，他站起身來看向我，揉揉我的臉。看着顧川這張帥臉，我乾脆卸甲投降，將雙手攀上他的脖颈。想不想來點更開心的事？他挑挑眉，點點頭，閉上眼睛，等着我的靠近。窗外下起淅淅瀝瀝的小雨，別墅裡傳出些膩外的聲響。恍惚間，我聽見樓下跑車啟動聲又急又猛，大抵是江燕識趣地離開了。第二日的婚禮如期舉行，排場很大，現場擠滿了記者，倒像是一場專業的新聞發布會。我看向化妝間正整理着裝的顧川，心裡一陣不是滋味。結婚好歹也算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，更何況顧川還是個頗有名望的公眾人物。我今日以婚禮為由，當眾揭發江氏的煙渣事，或許對顧氏有利，可於顧川，我終究還是愧疚。此刻我已經站在露天的紅毯上，一步步向前走着。顧川看我的眼神裡滿是愛意。我們交換戒指的那一刻，一個不速之客闖了進來，引起一陣騷動。現場記者的鏡頭紛紛對到來人臉上。平日裡玩世不恭的浪蕩公子江燕，無人不識。記者簇擁着他，跟隨他的腳步走到我的身前。他皺着眉頭，眼眶已然有些發紅。既然你不能跟他結婚，我看着他這張面龐上的高傲，在此刻全然化為灰燼，眼底透露出來的是深深的祈求。我向他晃晃已經戴在手上的婚戒。江少爺祝人新婚快樂的方式還挺特別。你放心，過幾日你的婚禮若是如期舉辦，我也會到場為你喝彩。江燕一把握住我停在空中的手，拽着我就要離開婚禮。顧川一把拽住江燕的胳膊，眼底流露着警告意味。江燕身後傳來一道尖銳的女聲：“阿燕，你瘋了！”沈柔柔一路小跑到跟前，扯着江燕的胳膊，試圖讓她放開我的手。江燕一甩胳膊，沈柔柔被她推倒在地。我冷笑一聲，看向江燕：“你還真是心狠。”江燕握着我的手有些發顫，眼眶紅得厲害。既然你跟我走，我娶你，我們才是應該聯姻的，不是嗎？你怎麼能離開我？我看向他的眼底，釋然的笑笑，轉身面向媒體。大屏上顯示出江氏走私的帖證，我既然實名舉報江氏非法走私、偷稅漏稅。江氏這些年為了洗脫罪證，不惜放火燒死了我的家人，如今還要栽贓陷害我的丈夫。
我想為他們討回一個公道。一時間，媒體紛紛將鏡頭對準大屏幕，對準我的臉，現場一片混亂。我感覺江燕拽着我的手泄了力，我轉頭看向她，江燕眼眶中的淚止不住地流。既然你對我真狠，對江家真狠，我淡淡道，這一切不都是你當年教給我的嗎？那年在郊區別墅，他發現了我替江老爺子監視他，他面目可憎地盯着我，拳頭捶到我身邊的牆上，滲出些血來。既然你是他的走狗嗎？你不會反抗嗎？你不願做的事可以不做，沒人能逼你，你的心得狠一點。他們傷害你，你就得握緊拳頭揮向他們，不留一絲餘地，懂了嗎？我那時懵懂地點點頭，他才逐漸息了火氣。如今我看向淚眼婆娑的江燕，低下了頭，趕回去看看吧，我已經報警了。你現在回去，還能再看你爺爺一眼。地上的沈柔柔放開了拉着江燕的手，眼底滿是怨懟地看向他。你們江氏倒了，那我做的這一切豈不是白費了？江燕並沒有像我所想的那樣離開，只是怔怔地愣在原地，直到沈柔柔拿起一旁的花瓶朝我砸過來，她才有反應。既然你憑什麼？都是因為你害得江氏破產，害得我的努力白費，你真該死！顧川一把把我摟進懷裡，死死地護住。砰的一聲，花瓶自江燕頭上裂開，她額間滲出些血跡。我從顧川的懷裡伸出頭來，就見江燕暈倒在地，救護車的聲音繞場而來，現場的媒體擠成一窩蜂。沈柔柔因故意傷人罪被關進了監獄，江燕在病床上昏迷不醒，顧川公司聲譽瞬間被挽回。商業三巨頭如今只剩他一家獨大。我此刻正在警局裡做筆錄，將江老爺子的鐵證交到警察手裡。顧川開完新聞發布會，正站在警局門口等我。從警局出去，看到他背影的那一刻，我有些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他。他轉過身來面向我，臉上依舊是帶着讓人安心的笑容。顧川自然而然上前接過我手中的包，見我悶悶不樂的樣子，揉揉我的臉。怎麼了？我搖搖頭，嘆了口氣，開了口：對不起啊，讓你的婚禮那麼糟糕。看來我真的應了江家人那句話，是個災星，到哪不順，還連累了你。顧川笑笑，用食指敲敲我的頭。胡說什麼？你才不是災星，你是我的幸運星。我被他逗笑，搖搖頭道：哪裡幸運了？顧川說：其實我們第一次見不是高中，而是很小的時候，幼時我父母健在，我跟爸媽去郊區的葡萄莊度假，一個年紀不大的小男孩端着酒杯給我爸媽倒酒，不小心灑到他們衣服上，我跟他的故事就此開始。他父母雙亡，被葡萄酒莊老闆收留幹些雜活謀生，心底卻仍保留着一份童真。我們一起去摘葡萄吃，躺在葡萄園裡看星空，一起畫畫，一起玩樂，經歷了一段很美好的時光。只是那時我並不知道他的名字，離開葡萄莊後也沒再見過他。誰能想到，當年在酒莊幹雜活的毛頭小子，竟成了如今的集團總裁。此刻路燈下映着顧川的面龐，與我的記憶中那個真摯的男孩的臉重疊，讓我心中生出了一絲暖意。你真的是我的幸運星，如果不是你當年支持我、鼓勵我，我永遠不可能會成為今天的顧川。他看着我，一字一句道。正當他的俊臉靠近，薄唇離我只有1厘米的時候，手機鈴聲響起，來電人是江燕。小然，阿燕狀態很不好，她不配合治療，你能來勸勸她嗎？電話那頭是江母的聲音。原來當年對我不屑一顧、冷聲呵斥的女人，也會改了性子對我說軟話。
我看了眼一旁的顧川，拒絕了他的請求。有些人有些事也該斷乾淨了。日子安靜地度過了半月，我開了自己的設計公司，成為業內冉冉升起的新星。我自幼便喜歡畫畫，如今也算是完成了小時候的願景。就在我以為生活已經步入正軌的時候，我新設計的產品被人扣上抄襲的罪名，一時間我被網友人肉，遭受了網暴。奇怪的是，無論如何，我都查不出這幕後惡意陷害我的人是誰，甚至之前在下班的時候還差點遭人綁架。幸虧公司周圍的安保及時趕到，我才沒有出事。這天處理輿論忙到很晚，江燕的突然出現讓我心下一驚。她站在公司樓下，路燈映着她消瘦的身軀，我一時都沒認出她來。她見我出來，趕忙走到我身前，細細打量着我。以前最注重儀表的江燕，此刻唇周的胡茬都已經冒出來，透着幾分狼狽，高傲的頭也低了下來，整個人散發着頹廢。她看着我沉默許久，最終開口：“既然我們真的沒有可能了嗎？”我點點頭。她眼底殘存的星光盡數熄滅。片刻後，他釋然地笑笑，也是，以前我就是個混蛋，你不該選我的。以前的事，你會原諒我嗎？我沒回答，因為不知道如何回答。說不願了，是不可能的；說怨他，好像也沒那麼在意了。我想我是徹底放下他了。他沒再追問，只是我從他話裡，我探查出幾分不對勁來。既然你會好好的，我不會讓任何人再傷害你。說完這句話，他便決絕地轉身離開，沒留給我反問的機會。第二日一早，網上輿論熱鬧極了，熱搜第一便是江家少爺親手將父母送進監獄的奇事。我被污衊抄襲的冤屈瞬間被洗白，我跟江燕的往事也被網友扒出來討論。一部分網友稱讚江燕大義滅親，將來定會東山再起，甚至還有了一群小迷妹。還有一部分網友痛斥她忘恩負義，為了一個女人把江氏毀到今天這個地步，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父母送進監獄。再次聽到江燕的消息，竟然是她的死訊，我一時恍惚，耳鳴許久都不敢相信。聽醫院的人說，他之前被沈柔柔用花瓶擊中腦部，造成了腦出血，一直都不配合治療。我對他這種自殘自殺行為深感不解。那樣一個高傲惜命的人，為何要如此作踐自己？直到我聽到江燕生前最好的兄弟方鶴的話，原來當年江燕並不是不配合治療。我那日被綁架獲救，也不是因為安保過關，而是因為江燕聽到了江父江母想要殺我報仇的事，才偷偷從醫院跑出來，找了保鏢去護我，這才耽誤了治療時機。我心下一陣酸澀感湧上心頭，有些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真相。如今我事業有成，家庭美滿，當年那個桀驁不馴的少年，卻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四方盒，沉寂在那裡。我去了他的墓碑前，給他放了一束花，是他生前最喜歡的白玫瑰。看着他墓碑上那小小的照片，照片裡的他還是那樣桀驁不馴的模樣，像極了我第一次見他時的樣子，那樣高傲，那樣觸不可及。我在他墓碑前坐了許久，想了好多事情。他曾帶給我希望和光，也曾讓我深陷泥濘無法自拔。但此刻我突然覺得，我好像真的釋懷了。或許那晚沒給他的答案，在此刻我可以清楚地告訴他：江燕，我原諒你了，我原諒我們之間所有的甜蜜，我也原諒我們之間那些痛苦，我不怨你了。手機叮一聲，彈出一條短信來，一陣風拂過我的臉頰，仿佛是他在跟我做最後的告別。我有些錯愕地點開那條短信，那封信的署名
竟然是江燕。既然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我已經不在了，你會在什麼地方看到這封信呢？你最寶貝的公司裡，顧川的懷裡，還是我的墓碑前？你會來看我嗎？我好像又自作多情了。那晚你沒給我的答案，我其實早就預料到了。你肯定是怨我的，你該怨我。還記得我當初那副無賴的樣子，現在想想我都想扇自己一巴掌。第一次見你時，你就縮在老宅的牆角裡，看着我的眼神裡滿是恐懼，活像一隻受驚的兔子。我那時便想向你解釋，其實我發火並不是因為你，你沒必要如此，只是我剛想開口與你說話，你便偷偷抹起了眼淚，嚇得我一聲也不敢吭了。這麼多年我一直沒給你好臉色，不是因為我討厭你，而是因為老爺子總是喜歡操控我的人生，這你應該可以看出來。自打我出生起，便被困在以愛為名的牢籠裡，我垂死掙扎，剛要露出水面，你就被老爺子塞到我身邊。我勸不動老爺子，只好想着對你下手，讓你退縮。只是無論我如何欺負你，總是不反擊我，只是默默承受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就習慣了你的存在。我開始通過欺負你來向自己證明你離不開我，你會永遠陪在我身邊。只是後來我就慢慢發現，你好像並不喜歡我，在意我。我出去花天酒地，你都視而不見。後來我便發現你在給老爺子當差，是他派來監視我的。你知道當時我有多生氣，多難過嗎？被人背叛的滋味不好受，我也想讓你嘗嘗這種滋味。我開始矛盾起來，我不想接受老爺子循規蹈矩的安排，不想跟你聯姻，但我又接受不了你的離開。我可能真的是賤，所以我主動跳進了沈柔柔給我布置的火坑裡面。無論我如何當着你的面跟他扮演恩愛，你卻還是無動於衷，甚至跟我一向不對付的死對頭顧川從我眼皮子底下跑路了。你又一次背叛了我，我發誓我再不找你，我要讓你後悔。可是我等啊等，沒等到你打來的電話，卻等到了你跟顧川結婚的婚訊。婚禮上你送了我一份大禮，我並不意外。其實那日書房，你手中的東西，我早就從書房裡翻出來過。當年我爺爺對你家人幹的那些齷齪事，我也都知道。只是我沒想到你會這麼不留情地給我一擊。原來當年那個只會抹淚的小丫頭真的長大了。後來我聽到我爸媽想要找人綁架你，威脅你做假證，把我爺爺放出來。那一刻，我不再猶豫了。我清楚地知道，我絕不能讓他們傷害你，就算豁出這條命，我也要保你周全。其實那一夜，我在跟你做最後的告別。你說我們之間再無可能了。我知道你現在很幸福，這對我來說足以。我把傷你害你的人都送進監獄。既然從今以後，你的路一定會一帆風順了，請允許我許下最後一個願望。既然在你幸福之餘，記得抽出時間來看看我。許是今日的風太大，我的淚抑制不住地流下來。我抬眼看着眼前悲傷的少年，拂去他照片上的灰，答應了他的願望。時間一晃過去5年，我老公孩子熱炕頭，事業生活都很幸福。只是每年江燕忌日這天，我都會把時間留出來，到碑前給18歲的少年帶一束他最喜歡的白玫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